红楼梦》里李纨戏份最多的活动便是大观园诗社，而诗社是《红楼梦》前80回中的重要内容。从探春出办海棠社到黛玉重建桃花社，曹雪芹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描写几次诗社活动的全过程，借此展现了宝玉、黛玉、宝钗等人的才华，丰富了对他们的性格刻画。同时，诗社的社长李纨的形象同样也丰满起来了，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吝啬小气以及敛财的笨拙手法。大观园中诗社最开始由探春发起，这是第3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横无怨夜拟菊花题里的故事。探春一时兴起，发帖子召集大家来到秋爽斋吟诗闲聊，势必大家略用些酒果，方各自散去。这些酒果自然是东道主探春准备的。在这次活动中，李纨毫不谦让地说，要起诗社，我自荐掌坛。他还宣布每月初2、16这2日开设，地点就在他的稻香村，因为他那里地方大。可是尽管是社长，李纨却拿定主意不出1分钱。果然在第45回里，我们看到李纨带着公子小姐们去找王熙凤索取活动经费了。由于这是拿官方的钱做好人好事，王熙凤便答应先放下50两银子给他们慢慢做会社东道。这50两银子自然由社长李纨掌管。可是经费有了，诗社的活动却一拖再拖，一直到第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、脂粉香娃歌星诞山，活动的时间才勉强定了下来。到临开设之时，李纨将众人召集到稻香村开筹备会议，其核心要点还是要收费，标准是每人1两银子。李纨说，你们每人1两银子就够了，送到我这里来，指着香菱、宝琴、李文、李绮、秀烟5个不算外，咱们里头2丫头病了不算，4丫头告了假也不算，你们4分子送了来，我包总5、6两银子也尽够了。宝钗等一起应诺。当时除李纨外有10人，李纨明确说香菱等5人是客人，不需要出钱，而后面所说的你们4分子送了来中的你们是指谁并不明确，按实际情况收费的对象应该是宝钗、宝玉、探春和黛玉。大家都知道史湘云手头拮据，李纨当着众人的面不好要他缴费，又不干脆把他列入免缴之列。李纨说每人1两，连他自己共5人，算得的总数却是5、6两，很可能是将湘云缴与不缴的2种情况都考虑在内。从善意的角度猜测，这可能是照顾湘云的自尊心，但考虑到前面举办菊花社时，湘云的东道费用全都是宝钗支付的，我们有理由怀疑李纨故意讲出对不上号的数字，是在暗示宝钗这次仍然要替湘云缴费。在后来的诗社活动中，湘云最为活跃，众人所连的诗句中读湘云的多，她丝毫没有因是否缴费的心理障碍而扭捏窘迫，由此可以推测她的费用仍是宝钗代缴了。可是就在前不久，王熙凤刚拨了50两银子的经费，正因如此，第50回当众人在卢雪庵举办诗社时，不识字的王熙凤还特地冒雪赶到，在大家联句前提出自己也要连一句在上头的要求。联句的首句一夜北风紧就是王熙凤做的，她是活动的赞助者，自认为理应占据首位。可是王熙凤没有料到的是，李纨收进那50两银子后却不动用，而是另要向大家收取活动经费。在王熙凤宣布拨钱时，那些公子小姐们可都在场，但谁都不好意思追问这笔钱的去向，而且对李纨另又收费的要求一起答应。何况接下来的诗社活动是在卢雪庵，而非李纨先前承诺的稻香村，这一点在第50回里有详细描述。大观园里并没有收取场地费一说，那些公子小姐们吃的喝的都是厨房里拿来的，包括那块新鲜的鹿肉，即使标准比平日的伙食分粒高些，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。整个活动过程中似乎并没有需要另外花钱的地方。纵观《红楼梦》中的几次诗社活动，秋爽斋咏海棠时大家略用些酒果是探春掏腰包，菊花社吃谢饮酒的费用是由宝钗代湘云支付，黛玉重建桃花社时在潇湘馆预备了几色果点，也不曾向人收过1文钱，唯独李纨召集大家详细指示如何缴费，而且为多收1两银子也煞费心机。在卢雪庵的活动并没有花费众人缴来的5、6两银子，至于从王熙凤那儿拿到的50两银子更是无需动用。
李纨不像王熙凤那样与王夫人有着亲上加亲的关系，又拥有治理家务的实权以及纵横捭阖的能力。书中说她居家处高粱锦绣之中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，同时又描写她以点点滴滴的方式聚敛钱财。这看似有点矛盾，但李纨的苦心却不难理解。她的儿子贾兰尚还年幼，眼前虽是衣食无虑，但荣国府经济衰败的阴影，他也有所感知。面对这一大趋势，他无能为力。为保证儿子日后的前途，他唯一能做的是自己在经济上尽可能的做好准备，主要途径则是月钱与年例等的积攒，而自己的钱绝不用在他人身上，这可以说是李纨奉行的非常坚定原则。在第43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，布了情赞搓土为乡里，贾母提出大家凑份子给王熙凤过生日，个人自报数额。当李纨报出银子12两时，贾母忙说：“你寡妇失业的，哪里还拉你出这个钱？我替你出了罢。”王熙凤要讨贾母高兴，又为在李纨前做好人，便提出大嫂子这份子，我替她出了罢了。照理说，庆贺别人生日送礼，当然是自己掏腰包。12两银子对李纨来说又是区区小数，至少口头坚持一下，说自己出这一份子是理应之事。可是李纨此时就是一声不吭。对他来说，能省下12两银子也是好的。这件事到头来最合算的还是王熙凤。在场众人都知道李纨这12两银子由王熙凤带出了，贾母等人很赞赏他的这番义举。可是等到尤氏到王熙凤处取银子时，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尤氏问：“都齐了？”凤姐笑道：“都有了，快拿了去罢，丢了我不管。”尤氏笑道：“我有些信不及，倒要当面点一点。”说着果然按数一点，只没有李纨的一分。尤氏笑道：“我说你弄鬼呢，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？”凤姐笑道：“那么些还不够使，短一分也罢了，等不够了我再给你。”尤氏道：“昨儿你在人跟前做人，今儿又来和我赖，这个断不依你。我只和老太太要去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看你厉害，明有了事，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，你也别抱怨。”尤氏笑道：“你一般的也怕，不看你素日孝敬我，我才是不依你呢。”说着把平儿的一分拿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平儿，来，把你的收起去，等不够了我替你添上。”作者描写这段故事时，将李纨与王熙凤结合在一起，同时写出了这两人吝啬钱财的一面。结果则是王熙凤占了上风，既赚得仗义疏财的好名声，又获得贾母等人欢心，实际上又没拿出一文钱。李纨的心机显然比王熙凤差了许多。细细算来，曹雪芹描述李纨小气吝啬地方还不少，甚至还写了他如何想方设法多积攒些钱。不过大家对于李纨都较为体谅，作品中也显见对他的直接批评。这是因为李纨并不像王熙凤那样以侵犯他人利益的方式聚敛财富，他只是未雨绸缪，为日后做准备，而且一次次的数量都较微小。李纨的儿子贾兰尚还年幼，荣国府却已开始由盛而衰。早在贾珠死后，连接李纨与日益衰败的荣国府的纽带就较为脆弱，他不能不考虑树倒猢狲散的可能性，而经济上预做准备是他唯一可以采取的应急手段。日后的温饱与儿子长大后做官，这都只能靠每月的月钱以及年例的积累，他又怎能不小气？贾府衰败后，个人的境遇都很狼狈，贾兰却是例外。最后能争取来到头谁似一盆兰的结局，李纨的未雨绸缪是十分重要的原因。